本节目由康师傅无糖茉莉花茶冠名播出，24小时鲜采印制，每一口清香如初绽，头顶蓬松，发尾润，清爽修护不黏腻。本节目由潘婷3分钟淘淘洗护特约赞助播出。新锐智慧 SUV 问界 M6心动座驾，邀你去往生活每一处，评出心动的信号，约会总有新花招。本节目由乐高花植系列赞助播出。好吃好玩，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本节目由奥利奥行业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专注皮肤健康30余年的百多邦品牌赞助播出。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喜之郎梅浆果冻指定赞助播出。哦，哇，好漂亮啊！哎呀，小盒盒，哇，这还有一个小水池，邀约特权。这次能许愿啊！你好，你好。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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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奇。哦，戴旭，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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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姐姐你好，好漂亮。对，这里布置的蛮美的。好漂亮，这没开始就已经心动了。是呀，没开始就已经。你有参加过这种节目吗？没有，没有。你呢？没有，没有，都是第一次是吧？是。我最害怕是记不住名字呢。没事的。他有准备纸巾给你哭。是的。你会看哭吗？我一定会，我一定会。你一定。你是哪里人？北京人。啊，你也没有北京腔。熟了以后就能听见了。来了来了。嗨，欢迎2位啊 ！Hello Hello。你好。好，凯奇。好久不见了。你好，你好，我是陈烨。你好，你好，你好。好了好了好了好，你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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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呀！你们刚才看了半天都看啥呢？我们看了这个心愿池，心愿池跟以前那个不太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有一个星空屋，一听就是能独处。那这个呢？这个呢？这应该是能出去约会去。这个球是这个做的很漂亮，就心动原石。对，我们坐下来聊吧，好吧？对，坐。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Hello， 欢迎我的乔越妹妹。Hello， 欢迎我的乔越妹妹。Hello， 乔越你好。乔越妹妹。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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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姐姐好，姐姐好，我是凯奇，你好，你好，你好。坐着说吧，坐着说吧。好嘞。我的乔越妹妹时隔6年。是，我也怎么这么久呀？他们刚刚告诉我6年的时候，我说天哪，我说这么久了吗？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其实综艺其实挺难做的，但我没想到我出去晃荡了6年之后，咱们这个综艺还在，心动还在，他依然在原地等我，我觉得有点非常的感动，就是出去流浪一圈又回家的感觉。心动的大门一直开着呢。是的。那会儿6年前你是多大了？20几岁吧，21、22。我现在呢还是20几岁啊。现在25加了吧？所以乔越妹，你现在回来，你觉得自己的状态是小白纯真的状态，还是咱就是一个大神了？我觉得是大姐姐了，就是不是那种小朋友了。如果他不发给他的话，我把头摘下。我用我的鼻孔可以看到信号。我觉得有事就问呢，你不问别人怎么知道呢？你想知道就可以靠嘴问啊。我喜欢一个人的话，他做什么事我都很感动啊。好难过，都猜错了。你之前有一句那个探索信号的方式都是用鼻子去闻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感情是用眼睛看嘛，我就觉得
它是可能爱情也是有味道的。啊，这个好，说的很好。在街上看到姐姐，我感觉是水蜜桃的味道。对，哎呀，不好意思，真的，我就是会觉得会脑补一些。明白了，小白，明白了。哎，什么意思啊？懂了。我都给自己做好人设了，就是回来就是那种熟女归来。我到底看看你这本里记点啥？好，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旭，很高兴来到心中的信号第9季，终于能现场客场了。我们是同年吗？同月同日，我们是同月同日生。你们为什么都是这一天啊？长得帅的人都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哦。缘分真的是缘分。欢迎凯琪来喽！谢谢，好开心来到心动，然后跟大家见面。我最爱看的电影或者剧还是爱情片，但是自从有了恋综之后，我看到恋综的时候，我会觉得它也有它更好看的点。我本身是个演员嘛，就是你看到这些素人，有的时候他们的微表情啊，他们的反应啊，他们的手抖或者声音抖啊，其实是演不了的。所以你的分析是你觉得自己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那一种？我是感性的，但我觉得我的分析最厉害是，好有压力。没，我听听，隆重的听一下这个观点。你别说，我好久没有做过这个动作了。我不敢讲。我上次还是吃烧烤的，这做这个动作，很有压迫感。我现在这个戏演的就是警察。哦，明白。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听你在讲什么内容，他有抓细节，就是你要就是比较 feel 到他们的心里，是很多的微表情啊，身体语言呀，我觉得这个比他们的话会更大，所以更诚实，更诚实。哦，我在看一个这样的子的时候，我会放得更大，特别是看综艺的时候。哦，非常同意。对，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第一门课程就是观察生活，然后观察人物。我喜欢看恋综，是因为他有时候一个眼神啊，手上的一个动作呀，他其实他都能特别细微的反映出这个人的心理变化，他不用说出来。这个很厉害。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分析的角度进来。我觉得你的这个好多观点很准确。要不欢迎纯叶。对，你的这个观点非常准确的都。但纯叶我也很喜欢纯叶的角度。哎，我真的好爱恋综，我觉得爱真的激活了我整个人。我觉得今年的这个丘比特很厉害的是视角都很不同。我们是丘比特吗？对，你们当时叫什么？观察员。哇，很朴素哦，很朴素哦。我们已经是丘比特很久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当时是心动丘比特哦，可以看到翅膀的那种。时代把我抛下了吗？没。我来了，丘比特。快追上来！好，让我们欢迎Sammy老师。Hello， 我是 Sammy， 我是一个心理研究者，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呢，都是负责帮大家再多一点、深一点的去解读一些心动的信号啊。好喜欢Sammy老师啊！哎，又有朋友们要来了，是谁来了呀？哇，是心动的味道，我闻到了。这不是新婚夫妇吗？哇 ！Hello， 我好喜欢他们俩，真是来了！我现在已经开始心动了，一会儿就坐你旁边，一会儿真假的，放心。三位老师，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恭喜！哎呀，老师，你好！恭喜！谢谢你们的糖，谢谢。感谢幸福！哎，海涛哥，就是大家刚刚都有的我们的订婚宴的。哎呦，你看这么客气干啥？我专门说进屋再给我的，因为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他们订婚的礼物，也把这份喜气儿送给所有的我们的心动的好伙伴们。谢谢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获得甜甜蜜蜜的爱情。谢谢。
哇，旭哥，哎，hello，旭哥，hello，给旭哥整紧张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个东西啊，什么东西？那个，哇哦，哇哟，也是2张卡片啊，但是没有我的照片。都给你。啊，都给你！哇，我这个时候应该45度看天空。你个搓脑门。我把这2张和我的照片都给你。都给你嘛，都给你啊！快坐。那你看的好认真啊！对啊，都给你，还有手势。还有手势，对。现在看着他们2个人的时候，就是那种甜甜蜜蜜的哈，那个叫什么笑，姨母笑，娘家人笑，对，娘家人笑，自己家人的感觉。我得咬点后槽牙，知道吗？你们现在是到哪个阶段了？现在是我们5月底求的婚，然后我们是10月初领证了，日子已经看好了。哇哦！那当时呢，小侯来发微博分享喜讯的时候，侯卓成求婚杨汝晴这个话题呢，就直接登顶到了咱们微博的热搜第1。哦呀，要永远哟！眼泪没白流，真的。我最开始我的想法本来是说，我们去云南或者说去海南求婚，找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对，是那种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我就问他说：“你想要的求婚是怎么样的？”你咋还能问呢？我们商量。哦，这还不是？等会儿我打断1秒钟啊！你不知道戴旭老师听得有多认真啊！但是，哇哦！啊，不好意思，挡着你哥。不是你在这，我只能站桌子上看了。站着，不好意思。没，你说。然后我就问他，你想要什么样的一个婚礼？他说我想要漂漂亮亮的，有惊喜感。当时我想的是去咱们心动6小屋啊，结果我问了，已经拆了，就很可惜。我再一想，哎，最终告白夜的地方也可以。本来我以为说咱们心动是很忙的，没有时间管我，要开播了。然后我求婚的日子正好是心动9开播前1天。啊，你看寓意特好，长长久久。是的。然后最开始我告诉他说是心动9的运动会，然后他跟我说我要穿运动服进去。我说不行，应该是晚宴，得穿个礼服进去。但是那天有很多奇怪的地方啊，例如说那天化妆师给我化了3个半小时，我说干嘛要化那么久呢？我觉得很奇怪。那天的裙子也特别的隆重，是一条粉色的纱裙啊。其实，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都是差点暴露了，然后就赶紧当时就圆回来。所以他带你去求婚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是知道他要求婚了，你知道吗？我并不知道，所以当他说是录制的时候，我就完全就已经放松了啊。这个方法挺好，对，真的。哎，但我有一个问题啊，求婚后什么感受？因为这件事情会是你的人生瞬间，所以双方都希望那个瞬间是彼此都喜欢的。其实一开始会觉得这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但是后面你发现你还是跟这个人，还是跟他共同生活，其实还是那些事情，只是说会有一种责任感。我感觉在我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不是在说我愿意嫁给他这一件事儿，不是只有他要负责，是我也要对他的人生负责。是啊，就是从此以后我们一起经历的磨难、喜怒哀乐，就真的是一起面对了。有了这份责任，我有点紧张，但是我也感觉到一种互相接住的感觉。哇，真好。从此以后不是1个人，是2个人。你说太好了，大家觉得你知性恋天王这是当之无愧的。知性恋这个 title 会让大家觉得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是经常会做一些 deep talk， 或者有一些什么看很深刻的电影啊，聊哲学啊？其实没有，我们的感情更像是
真性恋，就是你要真诚，要真心，要珍惜，在这个日常的琐碎中，也把日子过得是的，就是开心一点，不一定是浪漫，生活中把日子过好这件事情，才是很需要智慧知识的。杨姐，刚才这段我们会全文背诵啊，都记下来了啊。改天抽查你。现在这次坐在了这个观察室，现在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呀？就是其实我今天来有一种优秀毕业生的感觉。就是我们进入心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然后我们在心动的时候最后牵手了。我们算是在心动的这个课堂里面是结业了，但是我们又进入了我们自己的人生的一个课堂中。然后我们这3年相处得非常好，就是在我们的人生的课堂中，我们也交出了一份我们2个比较满意的答卷吧。所以说，我们拿着这份答卷再回来，就有一种就是优秀毕业生的感觉。哎呀，豪哥你变了，真的，嘴越来越会说了。这段估计啊是在家跟那个杨姐背过。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是你期待的很美好的求婚的样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就是只要花了心思，我觉得他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它是否完美，或者说是不是磕磕绊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事情，他愿意去做。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就本身就是让我很开心了，所以他最后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不重要吧。主要是人。哦，对，我也觉得就是可能是人和你当下的那个状态吧。我觉得是因人而异，但如果说有一天你找到了那个人了，你们的频率会越来越一样，然后你会特别能知道你想要什么，你也会知道那个人想要什么，然后那个场景你会越来越具象，然后你们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属于你们2个的地方。啊，这个我认同。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喜欢看球，我就希望在球草坪上，然后我们光脚，然后我脚踩他的脚跳舞。你是怕踩着地着凉吗？对不起，对不起，就是那种又有亲密，然后就在那个场景里。重点就是要他跟我就是沟通，大家一起创造这个瞬间。我先别说求婚吧，就是不搞婚礼。为什么？不搞婚礼？对，因为我觉得结婚那天应该是我最开心，还有我们互相的父亲母亲最开心，然后可能互相的爸妈吃个饭见个面，然后可以私底下我们拍照片，还是可以放在家里有仪式感的，除非我的未来的老公他可能也想要做一天王子，然后我会很愿意再做一次，为他再做一次公主。哎呀，好好啊！是这样啊，咱们心动啊已经做到了第9季了。然后大家觉得心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觉得观众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其实渴望心动、渴望爱情的人也越来越多。其实你发现从90后到00后，他们在这个爱情的态度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也就是他们变得非常敢。然后这个敢有2个敢，一个是非常勇敢的敢，敢说、敢表达、敢承诺，然后敢拒绝，然后敢勇于面对自己。因为你要有勇敢，可能才会面对更好的爱情。另外一个感是感觉的感，那这个感觉感里面可能有更多的自由感，因为它更可以去表达。还有一个部分叫做自体感，就他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不想要什么。我觉得是规则在变化。当时只有最终的那个告白，发展到有中间的爆灯，还有试炼旅行，我觉得是跟生活当中实际的那个恋爱的轨迹是越来越贴合了。对，所以在这一季呢，规则上又进行了升级。我们这一季的心动短信呢，也有了全新的升级。在中期呢，可以写下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就是自己写给自己的日记感悟。到了后期呢，有了明确的目标，可以选择向对方发送名牌短信。直接发。
发完你就知道是谁发的，数自己的名字在下边。哇，以前我们看的时候会有那种觉得，如果他看了的话，也许走向会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所以如果今天是可以写名牌的话，那应该是还蛮刺激的。哦，他没有选择名牌，其实也是代表他一种态度。对。我最喜欢给自己发短信，就是在你很纠结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一直去猜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你不如跟自己对话，就是我喜不喜欢他，我今天的感受是什么，这应该叫向内觉察自己，对吧？除此之外呢，信号小屋也有一个升级，在我们的信号小屋的中段呢，会有一次全员的真心表白时刻。哇！在这个时刻呢，可以提前确认情侣关系。哇哦，哇哦！真心时刻结束之后呢，大家会入住全新的恋爱小屋。为了往现实意义去过渡，站在现实层面对彼此负责，为了更长远的关系铺路，最后再完成终极告白，确认是否继续成为情侣。如果真心时刻之后，他们可以去一个新的环境里面，用恋爱的关系这样相处。对，哇哦，那就是谈上恋爱就可以出去玩了。那就是齁齁的。我们将完全遵循入住者们的个人意愿，将恋爱的节奏交还给他们。哇哦，咱们已经第9季了嘛。很多观众都会说，在我们观察室啊，有一些词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就难受。大家可以猜一猜啊，喝到了，好甜，锁死，在一起，在一起，他就喜欢他，他们俩必须。但我自己看的时候，我都是啊不要啊不要啊。看到什么时候会喊不要啊不要啊？就比方说，如果我觉得你俩很甜，然后突然可能你看到他了，要转向了。就是这个是不要啊，不要啊，那这肯定不要啊，这因为有的时候我看不要不要是两个人就是太甜了，我说不要。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是不喜欢锁死了。就比如说我看到某一个就是场景，就比如说猴哥那会儿，他就好多就是说哪儿都锁死了，我说这锁不死，我说这会儿绝对锁不死。哦，那我明白了。那觉得我们看这两个是合适的状态。他们要是锁死的状态，我们就锁不死，绝对锁不死，咋能锁死呢？那可能就是那种不要磕窄了，要磕宽一点。你这磕伤还是太低了，磕宽一点。哦，磕宽点，磕宽可以，磕到了。就是你1v1磕就是很窄啊，就是很多线都可以品到。但这我觉得看着，有时候真的是锁死，这个必须得锁死了，这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咋办呢？那这些词什么磕到了、好甜这些，我们换点什么词呢？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应该就是不想要你用一句词非常单薄的概括这个过程。咱们可以定，就是说尽量不说词，我们说成一句话。这不就丰富了吗？说一个细节加一个感受。我觉得其实内核呢，就是我们心动的观众，他们会希望说，把更投入的状态和更丰富的语言表达出来。像比如说什么好甜呐，什么磕到了呀、锁死了这些词，它不是不让说，而是我们要带着这种真情实感、言之有物、有理有据的态度和状态去表达才可以。哦，反正我们听劝嘛，就是大家只要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往心里去。好，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这一季的这个主题。咱们这一季的主题是坦荡，别磨叽，不拐弯抹角，坦坦荡荡，有啥直说直球。大家如何理解这个坦荡？就是我内心里觉得爱情的坦荡是，第一是有良心，第二对于我来说就是讲义气，第三个就是有责任感。因为我们在一起3年，前面2年都是在外面租房子，然后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我们要结婚了，我们就一定要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就不用搬来搬去的了。我也觉得也是给我们互相的一个交代。就他可能是明确说我是以结婚为目的去谈恋爱，这个直接讲出来，这就是需求坦荡。是的，是的。
我觉得坦荡，我觉得比较认同是情绪上面的坦荡，因为我觉得就是减少沟通成本啊或者什么的，就不用猜忌。我和你之间，我都可以完全向你坦荡。所以其实就是光明磊落，不隐瞒，我们言行合一，所以大家看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舒适、爽快、坦荡。就这样。这是什么？在每年啊，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测试。我们总共现在是有4张不同颜色的卡。那当然，我们不是为了挑颜色来挑这个卡的哈。我喜欢蓝色，我喜欢紫色。我们认真，对，我们认真的看看里面的一个内容。我们一共有共情陪伴的爱情，情绪兜底型的，独立自主的爱情，你有你的空间，我有我的空间，安全承诺的爱情，安全感，事事有回应和激情活力的爱情，就是你可以理解它就1秒上头了。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最下意识的一个直觉来挑你自己最期待的一个爱情模型。能选2吗？可以选，就是有首选跟次选。我觉得每个时间段的也会不一样。对，是的，它不是一下就定了。它特别像一个就是几个阶段，比如刚开始、中间怎么着的。没错，所以我们先选自己期待的。好。我是1秒就选择了这张，是因为一个词——活力。我觉得真爱是一场创造性的运动，就是它一定会激发人的活力。然后我在这个爱里，我一定会看见一个更积极、更好的我。而且对于我来说，不是感情初期的要求，是我感情无论到了什么程度，我都希望它是充满活力。当我们长久的感情当中彼此不断的激发活力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它一定是有安全承诺的，我们是独立自主的，我们共情陪伴的，我们才能彼此照见更活力的自己。我选了绿色的独立自主。绿色独立自主是因为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我们都不会因为彼此而有压力。我对于感情，我希望不因为谁而拆散自己，把自己就是变得去要融合对方。你可以陪伴我走任何一个长度的人生，我觉得都是一段缘分。我懂你。我也是，肯定是这个比较重要。我以前年轻一点，就是我不能分开的，但长大之后，我觉得就是其实家庭、工作、友谊，或者你去做一些吃喝玩乐也是很重要。因为人的心理的状态是要平衡的 ，balanced。你选择的这个老公，他的美好可以让你变成个更好的自己。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全情投入的去爱对方。但是分开的时候，自己也活得很好。但不代表说我不爱他，也不代表说我不喜欢黏着他。如果我老公也是选这个，我也会很开心。是那句我爱你，但你也是自由的。对。哇，你这一段表达好完整啊！你整个的人格都很完整。可能因为大了，还是小姑娘。我选的这个安全承诺的爱情，这个黄色的小卡片都有谁？我。我之前是一个很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就是时刻需要知道他在哪儿，就是感受到他的存在的时候，我是很安心的。然后比如说他出去什么的，我就会非常担心，就会一直给他发消息，就问他你在哪儿，你们没有什么事儿吧，注意安全。然后所以说我们现在他出门打车都是上车了，就把他那个行程分享给我，我能够看到他那个行程，就是到没到目的地什么的。甚至有时候我在闺蜜家就聚餐，然后她就会给我们点水果或者一些零食送过来。哇！然后侯哥选那个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承诺的人。当年告白夜的时候，他的词是就邀请你参与我之后的人生。对。而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挺重的，因为你刚认识一个人，但是现在他是用了3年的时间，一天天在落实他的承诺。哇哦！他的安全让你感觉很安心。
很感动。所以他邀请我参与他之后的人生，我就愿意一起加入。哇哦！戴老师，磕到，哎呀，齁到了，哎呀，不要，哎，齁到了，哎呀，哪个词应该形容呢 Oh my god！ 我们讲 Oh my god， 齁，Oh my god， 还是猴 ，Oh my god， 这太酷了，太好了啊！其实安全类型的话，它更多的注重的是一种确信感跟确认感。对，就是你有回应的时候，其实某个程度上说，哎，你还在，你是安全的。是的，是的。我不会有一种被落下、被抛弃跟被拒绝的感觉。是的，对对。我选蓝色的。我也选蓝色。我觉得爱就是被看见，我很认同这个观点。他肯定你的感受，然后接住你，会让我有很强的安全感。我觉得共情和安全感都是我们爱情的底色。对，爱情到某一个阶段，它一定是安静的。就是它褪去了最开始的火花因为它最开始肯定是非常热烈的。当经历了时间，然后大家又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我希望是能共情到对方的。我们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其实就能感觉到对方需要什么。我希望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听起来是这种默契感，对，就是你不需要说很多，但是我们有一种契合感，它是安静的契合感。对，接下来呢，我们新一季的入住者们呢，在见面前呢，已经选择了自己期待的爱情类型的卡片，就是拿着这个卡见面是吗？对，他们将在各自颜色的爱情空间与和自己有着同样爱情期待的小伙伴进行第一次见面。终于开始了。对，终于开始啦！那我们第一段旅程呢，是在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公园里面。朋友们，我们的心动的信号第9季初见，我们来了！耶！太期待了！快点，我要看！来，大家一起看！开始了！来了！紧张，快开始吧，姐姐。我来自北京。哇哦，从来不搞笑的天津人，来自重庆，在北京差不多快10年。山东吉林、铁岭、很好，黑龙江、天津、北京，北方人都特别直爽，直截了当的会去表达自己。我会问他，你喜欢我吗？哎呦，这北京大妞，我就想磨叽啥呢？就是2个人之间好多事儿，你可以直白讲。这样的话，其实大家会少了很多猜测。主动的往前一步去面向他，牢牢抓住我喜欢的人，勇敢突破，没有保留。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去看国安踢球就表白了，把女朋友扛在肩上去看球。现在只想恋爱。如果我们俩恋爱的非常的顺利的话，我会想去体验他的兴趣爱好，快速的了解他。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个人情感浓度是很高的，一旦说喜欢一个人，想和他做一些疯狂的事。我在感情中是一个比较坦荡的人，我会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会直接说。爱情不是排队的游戏，没有什么所谓的先来后到。如果遇到喜欢的人，一定不会放弃了解他的机会。我喜欢你，我就是勇敢的去对你好。如果我不喜欢你，我也会直接告诉你，爱更深。太勇敢了，想要恋爱就去。坦荡进击。哇，这个是什么？哇，这是4封。啊，这是我们的这个卡，这是抽还是都可以看啊？那这也太惊喜了！激情活力的爱情，安全承诺的爱情，共情陪伴的爱情，独立自主的爱情。我觉得独立自主和共情陪伴都挺好的。这种安全承诺的爱情真的很可贵。我稍微看一下，那2个比较犹豫。我觉得我都挺想要的，都好喜欢啊！我觉得我不缺安全感，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感情是安全的。
我所期待的爱情是许愿池。我期待的爱情就是真诚，这种安全感让我敢于把最脆弱的自己交出来。有一种神圣感。爱这个字有字打底，一见钟情是好感，日久生情才是感情。我需要极致的第一眼，我的爱情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就是喜欢他。就是你在脆弱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帮你兜底的感觉。希望他能比我更毅一点。非常希望轰轰烈烈、踏实感，一见钟情，真命天子，真的很希望在这里能够遇到他。正缘是会在好的时机出现的。哇哇哇，这一刻真的好浪漫啊，氛围一下到位了。哇，命运的回响了，这件事。这真的就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啊！哇，他们手里都拿着那个色卡，他们已经选完卡片了，之后要去往各自的爱情空间。哇，哇塞，不同颜色4个空间，走，出发。他们在路上会不会遇到啊？还真有可能哎，太期待了，朋友们！哇，画面好养眼哦。你看到这有一个到了当初的感觉，很像那些偶像剧啊。对。哇，这是不是有人要遇到了？好像是有2个人。谁呀？谁呀？